Olá. Nossa, o Yun se fala muito rápido, né? E aqui a Bailu. Ah, não vou contar não. O sangue fake virou o assunto mais quente. Assiste comigo, já vai começar. 是吧？哎，然后呢，那我们下面又有一个 Q 我要让大家来完成的一个环节，叫做追月现场热梗回应啊，就是我们热心的网友会给我们每一个演员都说一些特别有趣的梗。那看一看这个话题叫做没有一个梗能逃出长月烬明，然后长月烬明怎么我不能 Q 这个吗？我应该可以 Q 吧，是不是？然后我就来看一看啊，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梗，然后关于我的梗是什么？我看一下，可以回应一下。就是有网友说，昨天咱们不是发了那个12神的这个海报嘛，大家都说很好看，然后说除了明夜，其他11个神穿的都挺凉快的，就只有明夜穿的比较保守，就是能不能回应一下为什么明夜穿的那么多？我觉得其实首先我看到那张12神的海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还真的是挺好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那种敦煌，有点像那种对，有点像那种壁画卷轴一样的那种设计，真的是特别的漂亮。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明夜穿的多呀？我觉得明夜他是一个比较有难得的神仙嘛，是不是？毕竟是桑九的这个丈夫，已婚男的自觉，对已婚男人的一个自省自觉，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是看着这样的明夜就够了，看看其他神仙的这些短袖短裤，我觉得没有短裤，短袖裙子其实也是还不错的。所以呢，明夜是一个手难得的神仙。好了，算回应完毕了。那么接下来露露，你要回应的是，就是有网友发图说桑九的应援服是一个，我其实是一个红绿配色的那个图片，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过？就是一个贝壳，这样翻开的。我其实今天就是收到了一个快递，我在犹豫要不要给大家展示。请展示，可以展示呀，请展示，要展示它吗？等我挖了我的机位，先往后挪一下啊。给我吧，给我一下。就是今天刚收到的。哇，这是什么呀？蚌壳吗？我研究一下啊。蚌壳。这玩意儿这是怎么穿的呀？你怎么只有一片？不是应该有2片？对呀，应该有2片。我们先下一个，嘟嘟你先说，我先穿一下啊。好，那就是嘟嘟，你需要回应的是12神当中为什么没有天欢？你确定吗？太邪恶了，被明月被除名了嘛？顶多算小王二代。他自己都不需要当神仙，因为天欢的父亲其实就是前代战神，对吧？所以你算是一个官二代，对，可以。官二代，就是个官二代，对。好了吗？所以露露穿好了是吗？等会儿啊，你机器在哪儿呢？这是。哇，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你这是了吗？你太能整了。这是那个贴心的网友帮我就是准备的。你不要太荒谬。明夜，哇，真的网友太厉害了。明夜你在吗？我觉得明夜看到这样的公主绝对。我这个人的精神好像有点问题。好了，希望就是大家喜欢那个就是桑九明夜这一段的人都可以准备这个音乐服。我觉得你的粉丝都可以穿着这个来应援，就是一堆小蚌壳，还挺可爱的，你不觉得吗？你看这给我累的。哎呀，展示完了啊。好，维维，下面是你的了，就是我们有看到，
你有一个称呼叫做山茶花殿下，然后可不可以回应一下这个山茶花殿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典故？山茶花殿下其实就是圣国百姓给萧岭的一个爱称，然后一方面的话是因为山茶花它是圣国的国花，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是因为就是山茶花的有一个花语是天真无邪，然后也是就是应该是圣国的老百姓给予萧岭的一个爱称吧，然后就是对他的一个认同。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萧岭在咱们剧中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爱民的这么样的一个皇子，对吧？然后就是整个都是心怀天下的这种感觉，就特别的正直。我觉得让人看了就觉得哇，这个就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人物形象。大家可以去正片里面去多关注维维的萧岭，觉得特别的好。谢谢。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需要都灵回应的，哇，就是都灵对于这个山茶花殿下有没有什么看法？我觉得维维的山茶花殿下，跟维维的古装扮相很契合，就是萧岭有很多衣服，就是特别是骑在马上的样子，就是像山茶花一样，就是会让人觉得很纯洁，然后对，很纯洁，纯洁。因为山茶花是白色的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觉得这种和萧岭的这种气质特别的贴合。大家稍微等一等哦，我要去操作一个东西。我怎么又有点卡？又有点卡。对不起，我没找到。那我们接着来吧。怎么就不？他们让我关一个打赏，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打赏在哪儿关。你们知道那个打赏在哪儿关？我有卡。打赏，那个那边，就是让大家不要送礼物了，是不是这个？好了，刚才卡住了。我没找到哎。咱也不知道啊。行，那我们继续吧。好，大家看我们直播就好了啊。对。然后礼物就不用送了，大家点赞就行了，帮我们转发，多一点热度就好。晚上都来看《长月烬明》就行了。对，欢迎大家去看。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我们的预告片，说我们好像几乎10个镜头里面有8、9个都在吐血，可以聊一下我们剧组的血包。我是不是有点亮啊？你们看，有点爆。聊一下血包吧。血包，我跟你应该是吐的最多的吧？对，我刚刚也讲了，你看，就是我吐血的时候都要顾及这个露露的这个盛世容颜，都只能这样吐。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就是跳城楼那一段，我们是先拍的后面。对，一个接戏的一个接戏问题。我们先拍了后面之后，我们的脸上都是一大块的血。后来我们再往前拍的时候，我跟罗老师2个人就必须吐成那样。对，就特别的难。但是我觉得真的露露真的是太厉害了。你也很厉害好吗？我记得我是3条，你是4条，而且我们那天要在演戏的过程中，就是吐一口接一口，吐成那个样子。你是真的吐了4条出来，就一句话1条那种，硬生生的把那场戏给接上了。就因为我们拍戏真的是先把后面吐完血的那个血给
给拍了，然后你吐的时候就要吐成那个样，录3条，我记得这样好像是。对，我是这然后样。3条正好就完全一模一样，我们就是在互相感叹，哇，真的是厉害，说吐成什么样就吐成什么样，真的是。然后。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要去表现我们怎么样的吐血，而是说我们的这个剧情里面的这个情节，它推动到了一个高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有一些这种东西的表现，才能够把那个氛围，烘托到一定的高度。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正片里面去看，虽然我们很多吐血的镜头，但是其实它并不突兀。对，然后珍妮。哎，杜林、梅梅，你们有没有各自吐血的这个可以分享一下？杜林先来吧。嘟先说。我没什么吐血。我记得说，我们拍一场那个天花被杀死的时候，被男朋友杀死的那个，然后我吐出来，我还喝进去。对，那场也好。哦。那场只有我们2个人。他有吐血，其他的就没什么。血浆挺甜的。对，那就是那个叫润喉糖浆的那个味道。润喉糖浆。其实是糖浆。好啦，梅梅、珍妮、叶婷，你们有没有自己？这个我看有一个镜头，就是这个青雨满脸都是血，就躺在那儿。那一场其实是那个算是他们2个相遇嘛，然后是翩然来救我，但我已经是属于那种快要死掉了。对，然后我就是靠在那个石头上。第一条呢，海基导演就说：“叶青雨，你不要像真死了一样。”那个翩然就不想救你了，说你嘴要流血往外喷，就是那种这种。第2条我就喝了一大口之后，我那个位置头又是这样过来的，然后要表现出那种咕咕的那种感觉呢。开拍了之后，我就是含了一大口嘛，海基导演说：“青雨啊，你不要像喷泉一样。”翩然也不想救你了。不是，主要那个我真的拍的，因为我要伸手，我要去掰他的脸，然后发现他的脸上没有什么我可以下手的地方，所以我那个手啊，我就很难卡准那个位置，不太想碰他。对，因为血浆是那个粘的嘛，是不是？对，因为他去掰我的脸的时候，我还在往外咕咕，就跟喷泉一样。这真是。但其实我觉得。那场戏最后拍出来应该还蛮凄美的，就是蛮甜的。大家看到的成片效果，我觉得应该会非常的甜，非常的好磕，是吧？大家都期待吧。那邓伟老师呢？邓伟老师分享一下。我的话，印象比较深刻的，确实啊，这部戏是我目前遇到的戏里面吐血最多的一部戏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两场戏，有一场是叶希雾刺杀萧凌。然后，因为那场戏的话也是情感比较激烈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呢，因为那个血是要从腹部的位置喷出来，就本来我们俩在片场演得很难过，然后他也一直在哭，然后那个道具老师就跟我拍了拍我，然后说把这个带上。我一扭头看到一个巨大的血枪。然后那个当时我就记得那个道具服装老师说这个的话血量应该会很大，然后你要不要身上裹一些保鲜膜，防止身上湿啊？我说怎么大的话也不会很大了。然后因为那个血枪它有气压，所以说它要配合嘛。然后就是白鹿要把那个东西拔出来以后，然后那个血要往出喷。结果它拔出来以后，因为有气压在，那个血半天出不来，然后突然一大股咵就出来了。
像爆炸一样的。对，当时就感觉很好笑，然后也没想到，就是真的是当时我觉得还挺社死的，就是浑身上下都是血，全部都湿了。它是一个管子，它要配合，然后那个管子要从他衣服里面走到他这个伤口，然后他那个血要压，然后他那个血的速度还要控制好，要配合好。就是维维那天是一整个大洗澡。真的，一整个像洗澡。对，我还有一次应该是天欢，然后杀桑柚的时候，当时也是把我打得满脸都是血，然后也特别特别惨。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主要是桑柚他还很倔强，然后他就跟那个什么天欢说誓死要与那个漠河共存亡。我估计天欢当时听到以后就本来没想把我打死，然后就直接把我打死扔到深渊里面了。那个也是满脸的血，荒原深渊。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血啊，不是说为了吐而吐，而是真的就是说这个情节烘托到一定高度，所以我们就需要用血包、血浆这种道具，然后来烘托出当时的那种气氛和氛围，对吧？大家其实到时候今天晚上就开始追了，然后看到正片之后，然后就知道了。行，那我们下面血浆分享完了，然后呢，我们要开始翻牌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宠粉环节啊。然后刚才我们提问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粉丝在弹幕上提问，我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提问，应该是有提问的吧。好，然后呢，其实就是在我们这次直播开始之前呢，我就已经选取了一些大家对长月烬明关心的问题，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回答一下啊。那第一个问题呢，是6位主演在剧中有各种感情的这个纠缠，甚至是多重角色的这种纠缠。那么我们自己认为哪对 CP 最好磕呢？然后这个选项非常的多啊，什么澹台烬叶惜雾、澹台烬黎苏苏、澹台烬叶冰裳、澹台烬翩然，然后叶冰裳萧岭、明夜桑酒、明夜天欢、翩然叶青雨。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这6个人我们都可以大乱炖，就是你们觉得哪2对 CP 最好磕？我可以先说我的看法吗？好啊。当然了，我觉得首先就是在景王宫的时候，景王和叶惜雾2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是真的还蛮甜的，那段是真的还蛮好磕的。对，所以我先站一首这个景王澹台烬和叶惜雾在景王的这一段，对吧？然后其次就是那天咱们发布会的时候我也说，就翩然和这个黎苏苏啊这一对，其实就是他们在私底下吧，我们跳脱出来不说角色的，就是私底下的有一些照片就非常的2个人特别好看啊，然后站一下这个。然后其次呢，我还会站一下，你什么都可以啊，我是发现我真的磕一下翩然叶星宇。你说翩然叶星宇不好磕吗？是不是很好磕啊？对吧？对吧？然后我都说完了，录了你来说。太难选了。其实我觉得我们系就是想磕就能磕到。那我只选一个我最心疼的吧。我比较喜欢明夜和桑酒。明夜桑酒啊，因为他就是在我们剧本是5集啊，剪出来我不知道多少，但是在短短的5集里面，他要把相当于1世的爱恨情仇从开始到结局都浓缩进去，其实那个节奏是非常快也非常抓人眼球的，而且它前后的反差，包括《不朽浮生》里面的天欢啊，包括桑柚啊，其实都是很有人物特点的，我觉得那个篇幅会很好看。那个篇幅应该会赚很多大家的眼泪。对，因为其实你别看只有5集的量，只有剪出来是多少集，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我们拍摄的周期，这个整个《不朽浮生》是花了很长一部分时间。
绝对就是不止就是武奇的这个，因为有好多大场面，比如说神魔大战啊，然后桑九魔化啊，桑九魔化以后跟天欢的这些，就是很复杂。是的。而且就是别说，我们整个神魔大战拍摄的周期就应该有将近20几天吧。好吓人，真的，我特别期待神魔大战。那肯定会很好看的，我特别期待你们12个神坐在一起开会。那个就是开会的方式，其实就是还蛮创新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现在就不剧透了，但是那个开会的方式真的就是很震撼啊！杜林，来你说说你磕的哪一对？明夜和桑九。然后就说说我从全世界的 CP 路过的感受，明夜和桑九又虐又甜，然后谭台烬和叶希雾就是在那个城墙上，就如果跳出我的角色，我其实很想帮他们俩长张嘴，就是你们同恋了。然后还有就是叶冰裳和萧凛，就那种挺遗憾的。然后天然和叶青雨，就是觉得说啊，好有张力的那种。就是其实每队都好磕，每队都很甜，但是又虐，对吧？维维你呢？又卡了。维维在这边，维维的网速令人堪忧。听得见吗？维维？对。啊？对。不好意思，我这边总是卡的。我说，我的话就还是磕自己的 CP 吧。比如萧凛跟叶冰裳，宫野纪无跟墨女。Alguém tem remedinho para essa curiosidade sem fim? Sabiam que eu passei mês inteirinho traduzindo cada pedacinho dessa live com todo cuidado? Minha maior alegria seria você assistir tudo e deixar comentário carinhoso. Assim eu não me sinto tão sozinha nessa. #vamos conversar?